主子歇歇眼，先用点水果吧。先放一边吧。主子，二少夫人进了院门，正朝咱们这过来。她来做什么？姐姐今儿个怎么突然想到来妹妹屋里了？可是有什么要吩咐的？哟，瞧妹妹我这记性，都忘了起身给姐姐见礼了。瞧妹妹这话说的，自家姐妹哪儿用得着这些个虚礼？何况妹妹还怀着身孕，繁文缛节能免就免了吧。那妹妹就谢过姐姐体恤了。渊宇，给姐姐上茶。今日闭环听到个消息，不知道妹妹听说了没有？妹妹近来养胎，甚少出院子，倒是没听说什么。姐姐可是听说了什么趣事儿？那不妨也说给妹妹听听，让妹妹解解闷儿。倒也不是什么趣事儿，不过是件大喜事儿。哦，是何喜事儿？也不对，应该对于大方来说是大喜事儿，可对于妹妹来说却不见得是喜事儿了。闭环今日听说妹妹的那位好叔妹遇喜了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这样一来侯府也算是双喜临门了。世子爷后继有人，想必定然是高兴坏了吧。宁颜月，你装够了没有？姐姐这是何意？妹妹装什么了？你好，你装，你接着装。宁颜月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宋清安一心惦记着什么。你可别忘了，她宁妍希可是正儿八经的世子夫人，她生下的可是侯府嫡孙，到时候这侯府爵位怎么着也轮不到你们。我本想着怎么我们也算是一条船上的，特地来给你提个醒儿，看看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。既然你不领情，那便就算了。姐姐说笑了，这孩子怀都怀了，还能如何？况且也说不好，我那三妹妹怀的是个女娃娃呢。主子为什么不留下二少夫人？她说的也没错，若是真让三姑娘诞下了侯府嫡孙，那就算世子爷以后有个好歹，这爵位怕是……他想拿我当枪使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脑子。我急什么呀？三妹妹有了身孕，她文清儿不比我着急。她喜欢宋清燕，喜欢的早就疯魔了。事到如今，只要还有点理智，就该知道她跟宋清燕是再无可能的了。也就她痴心妄想着，没了三妹妹，世子爷就能娶她。哼，就这样一个人，她能容忍三妹妹生下宋清燕的孩子？我们等着看戏就是了，何必掺和进去，惹一身腥？主子言之有理。渊宇，你让人去盯着些观澜院，适当的时候，咱们也不是不可以助一助文清儿。主子方才不还说，怎的忽然又改主意了？我这不是怕文清儿那个蠢货玩不过我那三妹妹吗？无论如何，这孩子是一定不能让她生下来的。奴婢醒得了。承德殿御书房里，简和帝与宋清燕面对面的坐在榻上，正对弈着。不对，朕不下在这儿，朕要下这儿。皇上可是确定下在这儿？朕就下这儿了，不改了。皇上，您输了。那若是朕还下在这儿呢？那臣便下在此处。哼，不下了，金细草也给你了，赶紧滚！朕看见你就来气。多谢皇上赐药，那臣就不在这儿惹皇上不高兴了。臣告退。滚，赶紧滚！怀王和端王那儿可有什么动静啊？回皇上的话，怀王爷得知暗卫据点被毁的消息后，在府上发了好大一通脾气。昨儿怀王妃就找到文家姑娘过府一叙，也没说旁的，
只叮嘱文家姑娘莫再招惹世子夫人。至于端王爷那儿倒是没什么动静，按理说世子夫人的丫鬟救了任家姑娘，端王妃邪魅上门答谢也属情理之中。不过端王妃并没那么做，至任大人府上送了份厚礼去侯府，感谢世子夫人救了任二姑娘。去吧。你前脚去了宫里，后脚圣旨就到了，你这是又向皇上讨了什么旨意？总归不是夺了侯爷爵位的圣旨，侯爷怕什么？奴才见过世子爷。江公公不必如此多礼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兹有威远侯府世子宋清晏，才学斐然，智谋过人，文武双全，今特封为文华殿大学士，兼任皇城司皇城使，钦此。臣接旨。叩谢吾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哈哈哈！恭喜世子爷，贺喜世子爷！世子爷，皇上说了，让您明日记得早起上朝。还劳江公公带话，清晏谢皇上厚爱。世子爷，您说您怎的就不知道让皇上了？皇上使小性了，您又能落着什么好？是，都是清晏的错，多谢江公公指点。这圣旨已经传达，奴才还要回去复命，就不久留了。老侯爷、侯爷、世子爷，奴才告辞。江公公，我送你。哦，好啊，静儿，今儿高兴，晚上府里办个庆贺宴，咱们一家子人好好吃上一顿。是，儿媳知道了。严哥儿喜欢渔阳楼的菜，不如就去渔阳楼订上一桌送到府上，父亲以为如何？我都成，燕儿喜欢就行，你看着办吧。主子，如何？药买到了？买到了。药铺那小药童说，此药只需一点点便可使人落胎，用量不可过多，否则容易造成女子终身不育。奴婢知道主子想要一劳永逸，特意多买了一份。这里头呢是双份的药量，足以让那狐妹子以后都怀不上孩子。做得好，这簪子赏你了。奴婢多谢主子赏赐。姑娘，您几位？就我一人。那姑娘是想要雅间儿雅座还是大堂散座？雅间吧，带路。好嘞，姑娘您这边请。这是赏你的，你让你们厨房的管事过来一趟。哎，好好好，姑娘您稍等。掌柜的，这是方才小的带上楼的那位姑娘上的，她让我把后厨管事的换上去，怕不是想来咱们这儿挖墙脚。做得好啊，既是赏你的，你就收好吧，让林厨上去一趟，听听他说什么。嘿嘿，好嘞，小的这就去。坐下说话吧。不知姑娘寻在下有何事啊？不急，不知管事的贵姓？免贵姓林，双木林。林管事不妨尝尝这茶。这是我们楼里的今夕春雪。倒是不曾想林管事还懂茶，那林管事应该知道这一壶茶的价格吧？在下粗人一个，哪里懂品茶呀？只是这茶楼里有，在下侥幸得东家赏过些许，所以喝过。至于价钱，这是楼里最贵的茶，一壶300两。300两？那不知林管事在这渔阳楼一年能得多少月钱，可够这一壶茶？姑娘，在下还有很多事要忙，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姑娘，无功不受禄，在下目前也没有另投他处的想法。林管事可能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挖墙脚的，我只需要你帮我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，这些银票就归你了。不知姑娘想让在下帮你做什么？
我知道威远侯府今日在你们渔阳楼订了一桌晚宴，你只需将这药粉放在单人份的炖品里，届时在那一盅炖品的瓷盅底部留下个记号便可。很好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可别想着拿了我的银子不办事儿，不然你哪怕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有法子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见我啊，是门口那两人戴了围帽，只说把这东西给少夫人您就知道他们是谁了。让他们进来吧，带去青燕斋。诺。陈哥跟你姑母相玩，母亲有些事要去处理一下。母亲去忙吧。陈哥真乖。万掌柜，林管事，坐下说话吧。没见上茶。谢过东家。东家，早前有个戴围帽的姑娘来了渔阳楼，找了林管事，给了他2万两和这一包小药粉，让他下在侯府跟咱们楼订的那桌菜的炖品里。来之前呢，路过药铺的时候，我进去问了问，这药粉能使妇人落胎，若是这些剂量全下去了，这可使妇人终身不育啊。林管事也留了个心眼子，让小二去跟那姑娘一路。咱们来之前，小二回来说那姑娘的马车进了文府。这2万两里，其中1万两作为林管事你忠心的奖励，其余1万两里，万掌柜得5000两，剩下的5000两就均分给楼里其余的伙计。庞的不必与楼里伙计多言，等年底的时候作为分红奖励发放，也让伙计们好好过个年。不过这银票还有用，你们且先带回去，等事儿了了才能把银子给你们。圣上莫不是瞎了眼了？一个病秧子都快死了，他还给他封官，脑子莫不是叫狗给吃了？主子，这话可不行说，非议圣上，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。知道了，这儿不是没别人吗？我不说就是了。哼，我就是不服气，夫君才华卓绝，难道不比宋清燕那个病秧子好？凭什么夫君就得不到圣上的重用？也不知道圣上到底看重宋清燕什么，偏就如此偏宠她。奴婢倒是听府上人说过些，世子爷曾是先太子的伴读，与先太子感情极好，先太子甚至在东宫特意给世子爷留了一处寝殿，都是按世子爷的喜好布置的，方便他随时随地留宿宫中。圣上宠爱先太子，因而爱屋及乌的也甚为宠爱世子爷。再宠爱，不也早就是个死人了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他宋清燕能风光一辈子。唉，罢了，再如何风光，他也就这2-3年的功夫了。等他一死，夫君承袭了世子之位，以夫君的才华，将来定能仕途通顺。走吧，咱们去书房看看夫君。主子，奴婢有事儿回禀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早前2少夫人身边的闭环出了府去了趟药铺，闭环回来后没多久，他们主仆就去了文府，线下刚回来，奴婢派去的人跟着闭环进了药铺。主子料事如神，他买了落胎的药，还买了双份。那些个药若是叫3姑娘都吃下去，别说肚子里的保不住，往后都不可能再怀上孩子了。终于听到个好消息了，这是我嫁过来至今听见最让人高兴的消息。哼，让那老东西偏心，还家宴庆贺。若是他知晓自己要办的庆贺宴害死了3妹妹肚里的曾孙，你说那老东西会不会气死？那定然是要怒气攻心的，说不定一命呜呼也有可能。若没了那老东西，侯爷又一心向着咱们家姑爷，往后这爵位姑爷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这侯府上上下下的富贵荣华，最后还得是主子您才有这个福分享。烟雨说的没错，要奴婢说，这3姑娘到底是庶出的野鸡，终究变不了凤凰，没有那个命能生下侯府的曾孙。乖儿子，晚些个为娘带你看好戏去。这侯府啊，往后只会是咱们母子的。主子，菜齐了，
还有一道炖品，奴才吩咐了厨房的人先在灶上温着，待差不多的时候再让下人端上来。您觉得如何呀？这么些个小事儿，你拿主意就是。祖父，希儿的身子不方便饮酒，就让他以茶代酒吧。大孙媳妇儿可是有动静了。祖母，只是那个迟了，还未请大夫看过，是夫君太过紧张了，或许不是。那个迟了，估摸着就是了，不过还是得找大夫看看。祖母说的对，晚些用了膳回去，就让陆老给你瞧瞧，你近来可有什么不适的地方，比如恶心反胃、不喜荤腥之类的。那倒没有，那想来是日子还浅，还没起什么反应。静儿，等这月15，你陪我一道去崇明寺上香，咱们去给大孙媳妇儿祈祈福，保佑她平平安安生个白胖小子。胖小子也好，胖闺女也好，我都喜欢。对对对，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好都好，我都喜欢。祖母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是我马上要有弟弟妹妹了吗？是呀，我们陈哥马上就要当兄长了，陈哥高兴吗？高兴，当然高兴。有了弟弟妹妹，就有人能陪我一起读书，一起玩了。陈哥是更喜欢弟弟呢，还是更喜欢妹妹呢？不能弟弟妹妹都要吗？我不贪心的，我要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够了。哦，好好好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，那陈哥往后可要担起做兄长的责任，照顾好弟弟和妹妹啊。曾祖母放心，包在孙儿身上，孙儿一定做好兄长的榜样，带好弟弟妹妹们。燕哥，你也少喝些，大孙香，你喝茶就是。来来来，大家一起干一杯，祝愿咱们侯府阖家欢乐，蒸蒸日上。祖母、姑母她耍赖，之前她跟我比头壶，说好了输了的要大声喊自己是笨蛋的，可她没喊，她现在还偷吃我的糖醋肉。哼，要不是我故意输给你，你还真以为我赢不了你啊？哼，姑母愿赌服输，不管你是故意让我的，还是真输给了我，总之你就是输了，输了就要认输。你是大人了哦，可不能耍赖，不然我以后可不让弟弟妹妹跟你玩，会被你带坏的。陈哥儿说的对，输了就是输了。瑞姐儿，你是长辈，难道不明白人无信而不立这个道理吗？兄长，你这是偏心。我偏心自己儿子有什么错啊？更何况他说的有道理，你不能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就承诺他的不履行。那我就不是你妹妹了。嫂嫂，你看兄长这心眼偏的。陈哥也是我儿子啊。陈哥最是乖巧懂事儿，想必是和蕊姐你这姑母开玩笑的。陈哥对吗？二嫂嫂，不会说话那就少说两句，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姑母，你什么时候改名字叫吕洞宾啦？你这小孩子怎么能辱骂长辈呢？谁教你的规矩？兄长，小孩子哪里懂什么，怕是有人在背后教他。兄长可要好好管管，别让某些存心不良的人把孩子给教坏了。我儿子怎么教，就不劳二弟妹操心了。二弟妹还是多留些心力，想想如何管教你那未出世的庶子吧。行了，别光顾着说话了，这菜都要凉了，先吃菜。眼下看着这一盅盅炖品上桌，几乎是下意识的，宁颜月便肯定文清儿的药定然是下在了这炖品里。二弟妹作何一直盯着我瞧？可是我脸上有什么不妥？没有，就是看兄长一直在细心照顾嫂嫂用膳，不免有些羡慕。你们夫妻感情可真好。月儿，怎么了？夫君，姐肚子好痛。肚子疼？怎么会突然肚子疼了呢？安儿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扶宁姨娘回房啊！蒋磊，快去请府医。对了，再去请陆神医，一并去新月阁。二弟妹怎么了？我瞧着你脸色有些不好啊？
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被宁姨娘的痛呼吓了一跳。原来这样，也不知道宁姨娘如何了，我们快些进去吧。主子，手帕没找着。没找着就算了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。如何？主子，奴婢瞧了，世子夫人的词中底下的确有记号，宁姨娘那个倒是没有。奴婢本想着拿了词中去寻人验验，可世子夫人身边的云兰忽然进来了，奴婢只能说是留下替你寻帕子的，没找到就出来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既然宁妍希吃了下药的炖品，那为何出事的是宁姨娘？奴婢以为或许是那管事的标记错了，只能说宁姨娘倒霉，只是可惜了，让那世子夫人逃过一劫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！玉儿，孙大夫，如何了？哎，老夫人见谅，姨娘服用了过量的使人堕胎的药物，这孩子是保不住了，而且什么？而且那药耐大寒之物彻底伤了姨娘的身，往后再想有子嗣，怕是困难了。劳烦孙大夫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母亲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先送您回去吧。至于这里的事，就交给燕哥儿他媳妇查一查，等查清楚了再做处置不迟。放肆！水姨娘，你一个妾室，谁给你的胆子以下犯上，冒犯主母？老夫人，宁姨娘腹中的是安根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妾的第一个孙子，更是您的曾孙啊！如今孩子被人害没了，妾一时气怒失了分寸，妾相信老夫人是能体谅妾、原谅妾的。主君，安根的孩子没有了，大夫说宁姨娘以后可能不会再有孩子了，她是被人下了药的。主君，你要给我们母子做主啊！妾真的不明白，夫人为何就是这般容不下我们母子。方蕊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本夫人容不下你们母子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好了，不哭了，本侯给你做主。家宴是你一手安排的，宁姨娘中了药落了胎，即便不是你做的，作为主母你也难辞其咎。宋伯玉，你……公爹，今日这家宴，母亲只是提议了去渔阳楼订膳，其余全是儿媳一手操办的。不过儿媳倒是有个疑问，想问问蕊姨娘。今日宁姨娘从早到晚不曾喝过一口水，也不曾用过别的东西，只吃了家宴上的东西吗？如若不是，那蕊姨娘为何一口咬定宁姨娘是吃了家宴上的东西才中的药？还是说蕊姨娘早就知道些什么？少夫人这意思，难不成妾还会害自己的孙子不成了？我并没有那个意思，但蕊姨娘若是这般说的话，那我倒是也想说一句，宁姨娘腹中的孩子同样是母亲的孙子，她难道就有理由害孩子落胎了？可夫人，她一向不喜我们母子。水姨娘，母亲才是这侯府的主母，她从未苛待过你们母子，已然足够贤良大度。你一个妾室，并没有让她非要喜欢你的资格。而且母亲不喜你，你不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吗？母亲的确没有下药的动机，不过旁人就不见得了。嫂嫂，我记得你跟宁姨娘还在闺房时，关系一直就不怎么和睦。哼，人有时候都会不小心上嘴唇磕碰了下嘴唇，姊妹间难得拌个嘴不是正常的吗？难不成二弟妹以往和怀王妃姊妹间就一句嘴都没拌过？只怕不是拌个嘴那么简单吧。以往嫂嫂就甚少参加京中宴会，我倒是听人说过，宁姨娘闺阁时因为是嫡出，甚为受宠，对底下的庶妹多有苛待，只怕是嫂嫂一直是怀恨在心的吧。而且当初太后娘娘也是将你指婚给我夫君的，只是不曾想又被宁姨娘抢了夫君的心，你险些成了京中笑柄，难道你真就一点也不……所以呢，二弟妹的意思是这药是我下的？我可没这么说，我只是合理怀疑。少夫人，你小小年纪怎的就如此恶毒？方蕊，
你放什么屁呢？你闭嘴！你个泼妇，满口污言秽语，你哪里配当个主母？公爹此话是何道理？水姨娘不过一个妾室，而我是圣上亲下旨赐婚的侯府世子夫人，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，她凭何辱骂于我？她就算是个妾，也算是你的长辈。公爹怕是今日酒吃多了些，她一个妾室，给她几分薄面，她也至多算是半个长辈。按我朝律法，她就是个奴才，还没有给主子当长辈的道理。况且长辈就能随便污蔑人了？公爹这话好不讲理啊！既如此，那便就报官吧，让官府来查查这药究竟是谁下的，又是怎么吃进宁姨娘肚子里的。如若查出来我与母亲都是清白的，那蕊姨娘今日对我的辱骂，对主母的不敬，按家规杖责50，公爹你没有意见吧？好，就按大孙媳说的，报官，让官府来查。母亲，这怎么可以？若是报了官，岂不叫人看我们侯府笑话？宠妾灭妻，纵容妾室不尊主母，旁人看我们侯府的笑话还少，也不差那么一桩了。就按大孙媳说的做，若是他们婆媳清清白白，不光蕊姨娘要受罚，你作为侯府的当家人，是非黑白不辨，一味宠溺娇惯妾室，你也要受家罚。主君，没见你回青燕斋去同世子爷说一声，让他派季风去大理寺报案。不能去。父亲说的对，这是侯府的家事，若真闹到了府衙，实在是有些难看，何必平白让人看了笑话？母亲，这事儿不如先问问爹的意思。你要问我什么？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的妾室，你儿子的妾室，就算颜面有损，也损的是你的颜面，干我何事？至于侯府的颜面，早在你宠妾灭妻开始，就已经被你丢在地上，任人践踏了。成了，事情如何我也清楚，就按大孙媳说的办，报官。今日若查出此事与静儿和大孙媳无关，蕊姨娘和你都按家法处置。强成，让人去报官。不许去。三弟，你老子我还没死呢，这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江城，去。父亲，祖父，可否听孙儿一言？你说。今日圣上刚下旨给兄长封了官，府上就闹出了这样一件难看的事情，这难免叫人在兄长的背后指指点点。不如咱们府上自己查，若此事真的与嫂嫂和母亲无关，那么孙儿愿意替姨娘跪下来给母亲和嫂嫂磕头赔罪，孙儿也愿意替父亲和姨娘受家法的杖责，毕竟他们也是心疼孙儿没了第一个孩子。二弟多虑了，为兄行端作正，不怕人指指点点。燕哥，你弟弟所言也有理，不如就听他的，咱们自己查。不过一旦事情查清，该谁的错失就由谁担着，否则这家里日后可还有尊卑规矩可言。是，祖父所言有理，孙儿都听祖父的。祖父，早前孙媳已经让云兰知会了蒋管家，让他派人守住了宴客厅，里头的东西也都还原封不动的在桌上。既然蕊姨娘和二弟妹都怀疑是今晚的膳食出了问题，那不如请孙大夫去查验一番。另外，若真是府中之人下药，孙喜以为或许那药还有剩余未来得及处理，不如由蒋管家和周嬷嬷各自带人排查几房院子和安排女眷搜身，这样一来，孰是孰非总会落个清楚明白。作为二弟妹和蕊姨娘怀疑的对象，孙喜愿意第一个被搜身。大孙媳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祖父知道你和你母亲都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祖父一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祖父言重了，孙喜一个晚辈受点委屈没什么的，
只是孙熙实在是舍不得母亲这么好的人平白被人泼了脏水。祖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不过你既嫁来我侯府，就没有平白让你受了委屈的道理，不然燕哥怕是要跟祖父闹了。老爷子，这话可是您说的，今日之事若是您处理的不能叫我满意，我可是要闹您的。老侯爷，孙大夫查看了晚膳所剩下的膳食还有器具，并未发现何不妥之处啊。不过老奴在二夫人的房中发现了这个，已经让孙大夫确认过了，这里面装的就是宁姨娘所中的落胎药。二孙媳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不是我做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会在我的房中的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药是我的？难道不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塞到我房中的吗？这种药想来在药铺里不可能每日卖出去许多，京城大的药铺统共也就这么几间，查一查这药出自哪家药铺，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反正不是我做的，要查便查。既如此，那便等明日。文清儿，你个贱人，你还我孩子！贱人，是你，就是你指使闭环去买的药，我的人都看见了。你还我孩子，还我孩子！我的脸！宁言月，你个贱人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杀了我？你先去给我的孩子陪葬吧！你还不赶紧把人拉开！玉儿，你冷静一点。你放开我呀！我要杀了他，给我的孩子赔命！孩子还会有的，玉儿，孩子还会有的，你先冷静一下。你骗我，你们都骗我！我听见了，我以后都不会有孩子了，都是他，都是文清儿，是他害的我！你放开我呀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！主子，您醒醒，您别吓奴婢啊！让安哥赶紧把人送回观澜院，再让孙大夫给他看看。至于今儿个的事儿，明儿再说吧。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明日赴御你去请了。罢了，明日再说吧。开心？很开心。夫君会不会觉得我很坏？为何这么问呢？文清儿先生了算计我的心思，我算计他无可厚非，可宁言月并未参与其中，难道夫君不觉得我把他扯进来让他们狗咬狗很坏吗？你是谁？我是宁妍希啊。那宁妍希又是谁？是宋清燕的妻子。知道你还问这种问题。你听好了，在为夫这儿，小希儿做什么都是对的，不对的只能是旁人。我知道以往你在伯府日子不好过，所以养成了凡事小心谨慎的性子。可希儿，我是你夫君，是要跟你携手共度一生的人，在我面前你大可不必如此小心试探。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不管对错，为夫都给你撑腰。谢谢夫君，夫君你真好。就那么简单的一句感谢，爷觉得小希儿应该好好报答一下爷。想得美，我今日累了，要早些休息。爷只是想让希儿亲爷一下。希儿想什么呢？哦，爷知道了，原来希儿是想了。哎呀，没个正形。爷在希儿心里难道不应该是高大威猛、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形象吗？才没有，夫君你在我心里就是个孟浪的形象。那为夫也只对希儿孟浪。侯府鹅卵石小径上，月亮投洒下柔和的目光，将牵着手的两人身影逐渐拉长靠近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文清儿那个贱人？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那可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呀！你既然一意孤行，那你便去吧，出了事情你自己担着就是了。怀王妃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如果你觉得你父亲会为了你去得罪怀王府，那我不拦着你去报仇。但是丑话说在前头，
我得罪不起怀王府。所以还是为了你的仕途是吗？那难道要为了一个已经没有了的孩子全家去死吗？主子，别哭了，仔细哭伤了身子。您才……主子，喝口水润润嗓吧。奴婢方才在外头也听见了几句姑爷说的话，其实姑爷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滚！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滚啊！主子您先消消气儿，听奴婢把话说完。奴婢知道主子您伤心，可现下最要紧的不是逼着姑爷处置文清儿，而是正好趁此机会彻底笼络住姑爷的心。姑爷此时心中对你有所愧疚，必定是主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至于那文清儿，姑爷本就不惜她，现下她又毁了容，姑爷更不会将她放在心上了。主子想要她的命，何必急于一时？咱们让她慢慢病死在床榻上就是。只不过什么？奴婢是觉得主子今日的行径理虽在我们，可怀王妃是个大麻烦，主子还是得送个信儿给夫人，让夫人心中有个数，也好为主子早做筹谋。他文清儿都害得我落胎终身不育了，我不过是在他脸上划了几刀，怀王妃难不成还能要了我的命不成？理虽是这么个理，可主子你想啊，那怀王妃万一不讲起道理来，姑爷怕是……我的脸，我的脸，不，这不是我的脸，不是我的脸！宁颜月，我要你死！宁妍希，你给我出来！是你害的我，对不对？宁妍希，你个贱人，你听到没有？你给我出来！宋清燕正搂着小媳妇儿睡得香甜，听到院外不小的动静，她睁眼时眼底充斥着浓浓的戾气。蠢吗？有刺客不知道宰了。是，属下蠢，属下知错。清燕哥哥，闭嘴！爷说了很多遍了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谁是你哥哥？你要杀了我？是。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扰了我夫人的好梦，我便杀了你。宋清燕，你没有心，你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一片痴心？你的痴心只会叫爷恶心。滚！你不该辜负我的，我才是那个最爱你的人呢。死！我要你们都死！碧环，你现在出府，去给我多买些砒霜回来，越多越好。主子，您这是想做什么呀？他辜负我，他为了宁妍希这么个庶出的贱人要杀了我，他们难道不该死？还有宋清安、宁颜月，哦，还有那个老东西，如果不是他，我的清燕哥哥又怎么会娶宁妍希这个贱人？所以他们都该死，我要他们全都死，全部都去死！都给我去死！怎么，我的话你没听见吗？还不赶紧去！是。哎呀，娘的育儿受苦了。娘，我的孩子没了，我以后都不能有孩子了。可夫君却为了仕途，不肯让我给孩子报仇。娘知道，娘都知道。别哭了，你刚小产，经不得这么哭，会哭坏身子的。月儿放心，娘一定会给你求访名医，咱们好好的调理身子，孩子还会有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娘还能骗你不成？大夫也没说你肯定生不了吧？孙大夫说的是我恐难有孕。这不就是了，这孙大夫是外头请的。
孙大夫是府上的府医。府医的医术能好到哪儿去？等今儿个事情解决了，咱们先请个太医来瞧瞧，看看太医如何说。你昨儿个那信里说的不清不楚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文清不是不喜欢姑爷，他怎么会给你下药？文清儿就是个蠢货，他的药是买来下给宁妍希的，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反倒叫我吃了下去。下给希姐的，他有了？哎呀，娘早说了，让你一嫁过来就想法子先把药给那丫头下了。若你早按我说的做了，哪里还会有这么一出啊？我是想下药来着，可一直没机会。后来还不是因为文清儿，我给她下的药和她自己买的备子药加一起喝出了事儿，事情闹大了，我就一时没敢再动手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是早知道文清儿要给希姐儿下药的？文清儿知道三妹妹有了身孕，特意来找的我，想拿我当枪使，我没搭理她。我估摸着她不会让三妹妹生下孩子，就让渊羽使唤人一直盯着她。文清儿就是个贱人，上杆子倒贴都没人要的贱人。傻丫头，你和文清儿都被人摆了一道。宁妍希，我要去杀了她！娘，你做何劳我？你去找他有什么用？是你有证据，还是文清儿有证据？渔阳楼他是主子，还不是他让下头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？何况你自己昨儿个已经一口咬定了文清儿，还下手毁了他的脸。现下你再改口，那个文清儿的脸你要怎么赔啊？那就这么放过他？我不要。放当然是不能放过的，小贱人敢阴私算计你，必须要他拿命来赔。只是眼下这事儿倒是不适合把他牵扯进来了，怎么说她也是咱们府里出来的姑娘，你毁了文清儿的脸，要想文家息事宁人，理必须在我们这边，否则想明白了？娘，你说我是不是一开始就选错了？嫁都嫁了，事情已经到了如此田地，再想那些又有何用啊？月儿，永远不要后悔自己做的选择，哪怕错了也要一路走下去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拢住姑爷的心，最好是趁这次的机会让姑爷休了文清儿，他眼下对你愧疚，你正好让他扶了你做正妻，再不济也得是个平妻。可太后……张氏抬手打断了宁颜月。太后当初只说让你以妾室的名义入侯府，又没说不许扶正你。只要你成了妻，陪着姑爷夺了这侯府的爵位，往后荣华富贵就还是你的。至于孩子，将来若实在没有，你给姑爷纳个妾，去母留子，孩子自小养在你身边，总归也是亲的。来日你依旧可以风风光光的做着侯府的老夫人。妍希见过怀王妃，见过文夫人。世子夫人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事情本王妃都听母亲说了。宁姨娘小产，情绪激动下行事没了分寸，本王妃也不是不能理解。可姑娘家的容貌何其重要，宁姨娘，你不该如此手段毒辣，直接毁了本王妃妹妹的容。如今这般，你让她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？是，王妃所言甚是。只是臣妇冒昧问一句，今日王妃是以什么身份坐在这儿？永平伯夫人，本王妃怎么说也是文家的女儿，妹妹出事，本王妃来瞧瞧，总是应该的吧？这件事说白了，眼下也还没个定论，事儿是不是我妹妹做的尚且不知，不能光凭你女儿的一面之词就给我妹妹定罪吧？怎么就我的一面之词了？闭环去买药是府里的下人亲眼瞧见的，况且药都从他房中搜出来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王妃是要以势压人吗？放肆！月儿，怀王妃见谅，
小女年幼，又刚经历丧子之痛，难免有些口不择言。不过小女话虽糙了些，但也在理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王妃如此为舍妹开脱，怕是不合适吧？本王妃也不是要为亲姐开脱，只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侯府，宁姨娘和佳妹都是出嫁的姑娘了，出嫁从夫，这事儿到底如何处置，咱们不还是得听听我妹夫的意思吗？既王妃如此说，那便待二公子回府后再做决定吧。奴婢给主君请安，主君万福。没见你来这儿是西姐儿让你来等你家姑爷的？姑爷他被圣上叫去御书房了，怕是有事要说，恐怕还要好一会儿啊。回主君的话，奴婢是奉了少夫人的命，特意来等主君的。等我？何事啊？主君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行了，说吧，到底是何事啊？主君，梅见把文庆儿下药算计宁颜月落胎，导致终身不育，还有宁颜月毁了文庆儿的容两件事，简单扼要的同永平伯说了说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夫人她现下在侯府，少夫人特意让奴婢来请了主君去侯府，也好为大姑娘讨个公道。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文庆儿毁了容，又不能生孩子，她已然毁得彻底。如若在这个时候儿子休了她，怀王妃势必对儿子不满。即便怀王不会事事都听她的，但是有着文尚书在，怀王妃的枕头风，怀王总会听进去那么两句的。不过是个名分罢了，留给他又如何？他要爱不着儿子纳妾，留着他自然比休弃他更有用。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但永平伯夫人怕是不会那么轻易罢休。当初说好了要娶他女儿为正妻，后来又……现如今他女儿断了将来子嗣的可能，如若你不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，他怕是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儿子知道，儿子烦的也是这个。不过儿子咬定了不休妻，他也不能将儿子如何。张家世代清流，在文人里面还是有些地位的，你也不能得罪死了张家。如果永平伯夫人把事情闹大了，到头来影响的还是你的前程。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若是家宅不宁，圣上怕是……那依爹您的意思，儿子应该如何做？先听听永平伯夫人是个什么意思吧。如若不过分，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最好。可若是他非要儿子给个公道，休了文氏呢？那就休。永平伯夫人估摸着想要文氏给他女儿腾位置，你偏不给。一个不能生的女人凭什么做正妻呀？大不了休了文清儿，为父再给你寻摸个更好的回来。是留下文清儿这么个废人，还是重新娶个正妻回来压着他女儿？张氏想必心中自有衡量。儿子明白了。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，我那孽女真的是被我和她姐姐给宠坏了，可她先是伤了身子，如今又毁了脸，我这个做母亲的心都跟针扎似的疼。有些话我原是没脸说的，但我相信亲家也能懂我一个为人母的心情，所以我也就厚着脸皮说了。亲家可否给我那孽女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她如今若是……那可真就是没了活路了呀。亲家母，都是为人母的，谁又能不心疼自己的女儿呢？可怜我的月儿，好好的遭了这么大罪，没了孩子不说，这以后都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，这可让他往后怎么活呀？老侯爷、老夫人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月儿她的孩子也是您二老的曾孙呐，这可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啊！文家姑娘自己不想生，我们管不着，但不能她不想生，也不让我女儿生。如今事情闹到了这般田地，旁的说什么一事枉然，还请老侯爷和老夫人做主，
还我月儿一个公道。安哥，这事儿你作何打算？祖父，下药一事，青儿并没有承认，也不见得就是他做的。如今青儿伤了身子，又毁了容，怎么说她也是孙儿明媒正娶的妻子。若是她以后愿意安分守己地待在观澜院，不再生事，孙儿觉得此事惩戒一番足矣。他贴身的丫鬟去买的药，剩下的药还在他房中发现了，不是他做的，还能是谁做的？月儿，这事难保不是闭环那个丫头自作主张，青儿或许也是不知晓的。我知没了孩子，你伤心难过，可那也是我的孩子，我又何尝不伤心呢？我又何尝不难过呢？只是我想着你们都是女子，何苦相互为难呢？月儿，你是最体贴善良的，想必也不愿意逼了青儿没了活路，对吗？二弟，昨日祖父祖母命我查下药一事，我也找到一个人证，二弟可要先听听他如何说。我伯父之人也并非不讲道理，若事情真的只是文姑娘身边的丫鬟自作主张，那文姑娘和我月儿都是苦主，将那丫鬟处置了，这事儿咱们也就不计较了。但若是那这个公道，我们伯府的女儿是一定要讨回来的。云兰，将人带进来吧。奴婢香草，给各位主子请安。香草，你把你交代过的话再当着众人的面说一遍。是，少夫人。宁姨娘的胎确实是被二少夫人要没了的，二少夫人只是闭环在宁姨娘每日午后要喝的燕窝里下的药，因为她自己不能生，也不想宁姨娘生下孩子，奴婢只是负责每日给宁姨娘送燕窝的，所以二少夫人让闭环给了奴婢500两，让奴婢只做不知。奴婢也是一时糊涂，被银子迷了心智，不过奴婢从头到尾都没碰过那药，奴婢只是……贱婢，我要杀了你！娘，我的孩子！一个谋害主家的丫头，稍后处置了就是。月儿放心，为娘今日势必为你讨个公道。文夫人，老夫能体谅你一片拳拳爱女之心，可我威远侯府素来家规严谨，不论谁犯了错，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文二姑娘当初入我侯府大门是缘何，咱们也都彼此心知肚明。有些事儿老夫也不想再多言，只一句，他做过的不符合身份的事儿可不止这么一件，还请原谅老夫，实在是不敢再留这么个焦家精在我侯府。不过文夫人的顾虑老夫也明白，侯府可以对外宣称令爱与安哥夫妻感情不和，二人商议后决定和离，这样也算保全了令爱的名声，如何？是我们管教无方，那便就和离吧。只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今日之事侯府能帮着不要外传。这是自然，老夫既已说了是他们感情不和和离，自不会再将此事宣扬出去。都是为人母的，我也明白文夫人的爱女之心。这事儿既然侯府已经给了我伯父一个公道，我伯父也不是那等落井下石的人，自不会对外再多说一个字。安哥，去书房写了和离书来。希儿，咱们也回吧。宁妍希，你去死啊！希姐儿！一道清脆的撞击声在文庆儿即将得逞之际响起。自小习武的侯夫人最先回过神，直接一撩裙摆，一个抬脚，用力将文庆儿踹飞了出去。希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母亲放心。希姐儿，你没事吧？可伤着哪儿了没有啊？
而就在文庆儿好不容易撑着地勉强爬起来之际，噗呲一声利刃刺穿皮肉的声音响起。威远侯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幕的，看着忽然出现在文庆儿身后，将他一剑穿心，星姐儿啊，我的儿啊！来人呐，给我拦下他，格杀勿论！威远侯，你侯府眼中可还有王法？纵容凶徒刺杀官眷，又拒不伏诛，伤我王府护卫。今日之事，你侯府若不给本王妃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本王妃与你侯府誓不罢休。怀王妃要如何不罢休？温庆儿刺杀臣妇在前，招引是世子安排在我身边的护卫，他护主动手有何处不妥？今日若不是招引，现在躺在地上吐血归西的就是臣妇，他又是谁给的胆子，敢青天白日对我这个官宦下杀手？莫不是他这般做是受了怀王妃你的属意？世子夫人好生伶牙俐齿，就算我妹妹行凶在前，可你不是安然无恙吗？臣妇安然无恙，自是因为招引及时出手。王妃在指责臣妇安然无恙前，不妨先瞧瞧令妹手中还握着的匕首。先前他欲杀我，母亲已经给了他一个悔过的机会，只是将他踹翻在地。可即便如此，想来他仍是不知悔过，欲要第二次对我下杀手。这般情形之下，难道招引就不该对他出手，就任由他杀了臣妇吗？